叶晨与林婉儿在斯坦福的校园信步闲逛，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。很多在校大学生都从各大教学楼出来，涌向随处可见的体育场。在这所校园里，户外篮球场、橄榄球场、网球场等运动场馆几乎塞满了所有空地。虽然斯坦福并非体育专业的学校，但美利坚的大学校队文化源远流长，所以对在校大学生来说，体育运动所占的时间比重很大。一到课外时间，大多数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动和训练。林婉儿似乎很喜欢这种氛围，每走到一处运动场边，她都要驻足观看。叶晨能从她的表情中看得出，她对这样的生活似乎隐隐期待。想来也是，17、18岁的生理年纪，正是最有精力的阶段，这种热火朝天的体育运动自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。两人来到橄榄球场边上，校队此时正在进行对抗训练。队伍被教练分成2个阵营，双方在操场上开始了激烈对抗。这个项目参与的人数最多，观众也最多，许多人在场边摇旗呐喊，气氛好不热烈。林婉儿与叶晨寻了一个人少的区域坐下。林婉儿单手托着下巴，看着场内训练的队伍说道：“公子打过橄榄球吗？”“没。”叶晨摇摇头笑道：“我连规则都看不懂。”林婉儿笑道：“奴家以前倒是打过，很多年以前，同队的女孩子谁都跑不过我。可能是万古长青丹的功效吧。”这时，双方的对抗赛已经开始。叶晨稀里糊涂地看着一帮人互相撞击、争抢、喊叫，直到其中一个10号男生拿到了球之后，场边立刻爆发出一阵女生的尖叫。林婉儿笑着说：“看来这个4分卫是斯坦福的明星啊。”这么多女粉丝，叶晨不懂4分卫是什么意思，就问林婉儿：“4分卫的角色很重要吗？”林婉儿点点头，解释道：“4分卫是全队最重要的核心，也是队伍进攻的大脑，场上的领导者。”说着，林婉儿看向场上那个10号，微笑道：“不过这个人打的好像也就一般，不算非常有天赋和能力的样子。按理说，这个水准在斯坦福校队应该是打不上4分卫的，估计背景比较厉害。”叶晨笑道：“看来美利坚也难免打人情局啊，有背景的就能当主力。”林婉儿笑道：“这里的校队文化一向如此。”两人看他们打了半场比赛，待教练吹哨，所有人开始休息之后，林婉儿便站起身来对叶晨说：“公子，咱们走吧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起身时眼神不自觉往场内瞟了一眼。此时那些球员已经从球场中走到场边，围观的很多女生便开始分别奔向不同的队员。一个形象气质绝佳的北美和亚洲混血的女生，迈着一双修长高挑的双腿微笑，走向那个金发碧眼的10号4分卫。那个4分卫对自己刚才的表现明显不太满意，表情一直很不爽，但在看到那个女生之后，眼中顿时又有了光。女生将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4分卫，又将一瓶运动饮料拧开，拧开后却不着急递过去，而是等对方先擦了汗，将毛巾还回来之后，才先接了毛巾之后才将饮料递出，可谓是无微不至。叶晨听觉敏锐，心思集中在两人身上，便立刻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。此刻那女生在用标准的美式英语安慰对方，笑着说：“罗伯特，你刚才的表现已经很好了，下次如果能更早根据场上的局势改变战术，一定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好。”那4分卫轻轻点了点头，看着女生微笑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也觉得自己最大，可问题就是战术调整不够及时。”女生温柔抚摸着他的后背，宽慰道：“没事的，你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每一天都在进步，
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够完全统治比赛。我一直非常相信你，你是最棒的。四分卫看着女孩的眼神先是有些惊讶，眼中明显有了几分光亮，但他很快还是有些颓然的讪笑自嘲道：所有人都说我是最棒的，但我知道绝大多数人这么说是因为我的姓氏是罗斯柴尔德。如果不是这个姓氏，我在斯坦福恐怕很难有什么优点被人关注到。叶晨眉头微蹙，罗斯柴尔德，这个四分卫竟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，怎么没听史蒂夫那老小子说起过？就在叶晨好奇的时候，那个绝美高挑的女孩子温柔地笑道：罗伯特，你的优点在我眼里有10000条，姓罗斯柴尔德并不是这10000分之一。我欣赏你的自律，你的好强，你的品行和你的冷静。用华夏的古话形容你，就是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始终能保持你自己真正的样子，是吗？四分卫明显有些惊讶，但眼神中的不可置信已经从7分下降为3分，而原本3分惊喜已经变成了7分。叶晨心中感叹，这个女孩真的好会啊，各方面都拿捏得非常到位，非常体贴，非常注重细节，更重要的是情绪价值给得很高。明明是在恭维对方，却说得好像真是发自肺腑。林婉儿见叶晨起身，却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眼睛还盯着场内，于是便好奇地问他：公子是不是还没看够？要不奴家再陪公子看一会儿。他们应该还会再练半场的。叶晨眉头愈发凝重，他看着那个混血的女生，对林婉儿说：林小姐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林婉儿惊讶地问：公子是说什么不对劲？叶晨眼睛盯着混血女生，看着她用超高的情商将原本低落的四分卫哄得满面春风，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他的眼神逐渐冰冷，冰冷中又带着几分如猎手捕捉到猎物时的激动。他拉着林婉儿重新坐了下来，对林婉儿说：林小姐，看到那个四分卫身边的女孩了没？林婉儿点点头，笑着说：看到了，很漂亮，而且很高挑，身高至少也有1.78米左右吧，身材比例更是绝佳。这样的女生很难不让人留意到，莫非也很符合公子的审美？不，叶晨神情冰冷地摇了摇头，嘴角抹过一丝冷笑，低声道：我猜她应该是一位书生。